大家好，今天來複習一下暗記的基本概念。這一次會特別使用資料庫的基本觀念來做介紹，這樣子可以讓大家更快的理解暗記的一些基本觀念。有了這一些基本觀念以後，將來在制作暗記的卡片的時候，就不會手忙腳亂，或者是不知道應該如何來開始着手了。首先，為了方便講解，各位可以從暗記的分享牌組裡面去下載成語繁加減加例句的這一個牌組。這個牌組下載好以後，再匯入到暗記裡面，這樣子到時候就可以對照着來看一下今天要介紹的一些觀念。先來理解一下暗記的一些基本架構。在暗記的一個使用環境裡面，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像是一個資料庫。在這一個資料庫裡面，會有很多不同的牌組。相對於資料庫而言，每一個牌組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資料表。在每一個資料表裡面，它就會有一個欄位的結構。這個欄位結構在暗記裡面就是由筆記類型來做定義的。一個筆記類型裡面就會有欄位的定義。每一個筆記類型又可以有1到多個的卡片類型。如果以資料庫來講的話，就是一個資料庫裡面會有很多個資料表，每一個資料表裡面會有很多筆的記錄。暗記裡面就是一個牌組裡面會有很多筆的筆記，比如說現在這一個成語的牌組裡面就會有很多個不同的筆記，比如說難以置信、不可思議，這每一個就是一則的筆記。每一個筆記它會有不同的欄位，比如說有繁體欄位、有簡體欄位、有解釋的欄位、有例句的欄位。不同的欄位就是定義在這個筆記類型裡面。筆記類型又可以組織成多個卡片類型，每一個卡片類型會有一個卡片的模板。因為一張卡片只會有正面跟背面，因此我們只要定義好正面的模板跟背面的模板，再加上可以去定義樣式模板，這樣子到時候在產生的時候，就可以透過正面模板來產生正面的卡片，透過背面模板來產生卡片的背面。那這樣子有不同的類型的時候，就可以產生成不同的卡片。假設我們有200則的筆記，有2個筆記的類型，因此200乘2，最後就會生成400張的卡片。卡片類型就是正面跟背面模板來組合成的。在正面模板裡面就可以來使用欄位的定義，它欄位定義的方法就是用2個大括號把欄名給夾起來就可以了。因此不同的卡片類型可以由不同的欄位的組成。比如說卡片類型1，它的正面是繁體，然後它的背面是簡體跟例句，這個例句是繁體的例句。在卡片類型2，它的正面模板就可以設定成它是簡體，到時候正面就會用簡體這個欄位來呈現，背面模板是由定義跟例句簡體來呈現。因此這2個卡片類型就可以想象成是資料庫裡面的不同的查詢，不同的查詢會有不同的查詢結果，最後產生出的這個結果就會形成不一樣的卡片。這樣子就可以很簡單的透過資料庫的概念來理解暗記的整個卡片的架構了。後面我再根據細項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首先下面我看到這個成語牌組 deck， 這個牌組會有很多個不同的欄位，比如說會有繁體的欄位，有簡體的欄位，有例句的欄位等等等。到時候我們的卡片類型就可以由這一些不同的欄位来分別的組成。一個牌組裡面會有多筆的資料，比如說這第一筆難以置信是一則筆記，後面這個不可思議是另外一組筆記。目前這個成語牌組裡面就有200則的筆記，200則的筆記有2個類型，就可以產生400張的卡片。資料內容裡面這邊就可以知道，一則筆記其實對應成一個資料表的記錄。筆記類型是由欄位跟卡片類型來組成的。一張卡片類型它會有正面模板跟背面模板還有樣式模板來組成，因此我們在筆記類型的管理裡面就是分別來維護卡片的正面模板、背面模板跟樣板模板就可以了。欄位其實等同於資料庫的欄位，也就是所謂的 schema。例如成片牌組這個資料表就是由後面這幾個欄位來組成的。一個筆記類型是由1到多個卡片類型來組合成卡片的，每一個筆記類型一定至少會有一個卡片類型，最正常的就是會有問題跟答案這2個來形成正面跟背面。正面跟背面的模板它其實是 HTML 的內容，在這個 HTML 的內容裡面可以用大括號欄位名稱來表示每一則筆記對應的資料，最後在生成的時候就是最後的查詢的結果。一張卡片會有正面跟背面2種輸出。
最後的結論，我們如果將 Anki 視為資料庫的話，多個牌組就等於有多個資料表，每一個資料表會有欄位定義跟多筆的記錄，等同於牌組裡面的筆記類型跟多則的筆記。資料表的查詢結果就是 Anki 最後產生出來的卡片。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呈現以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實際的 Anki 的畫面。在 Anki 裡面有多個牌組，因此每一個牌組就是一個資料表。再來看一下這個乘以繁加減牌組，我們點擊瀏覽，在左邊這邊就可以看到有多筆的筆記，每一個筆記會有它的欄位定義，欄位定義就在右邊這個地方，不同的欄位的組合就可以定義成不同的卡片。我們可以直接從筆記裡面來管理筆記類型，然後找到乘以筆記類型，就是這個乘以繁加減的筆記類型。可以看到欄位的定義就在這個地方，我有這些欄位的定義。然後接着我們再看一下卡片，在卡片這個地方，卡片類型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有2個卡片類型。第一個卡片類型是繁體，正面它就是使用繁體欄位，背面就是使用了 HTML 的格式，把拼音、頻率、定義、例句、繁體等等都定義在背面的模板裡面。我们可以透過這個樣式來定義卡片的這個樣式。這個是卡片類型1。在卡片類型2的話，它的正面是使用了簡體這個欄位，它在背面它也是使用了拼音、頻率、定義，但是例句就換成了簡體的例句。然後樣式也一樣是針對點卡這個樣式的類別來做設定。透過這樣子，最後在瀏覽這個卡片的時候，就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資料的內容了。最後卡片的結果可以點擊預覽來看一下，這個就是正面，這個就是背面，完全由卡片類型裡面使用這些欄位來組合出來的卡片，這樣子就可以形成整個 Anki 的卡片結構了。透過這個簡單的圖表，還有今天簡單的資料庫的對照，各位應該很容易的就可以理解 Anki 整個組織了。對於各位日後在制作 Anki 卡片的時候，應該會有一些幫助。如果你覺得我今天介紹的內容對於你在 Anki 的使用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也可以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希望對各位有幫助，謝謝大家。